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宏，农历新年快乐！这个系列我已经连续3次跟大家讲新年快乐了。今天想分享2024年3月份的最新游戏推荐，影片中我会选出10款游戏进行介绍，其余的一些游戏则是以快报的方式进行。大家如果有自己想看的部分，都可以在说明栏按下指定的时间点看指定的内容。想要保留惊喜的观众，建议别打开说明栏，会有更好的观影体验以及惊喜。首先，圣兽之王由瓦尼那位开发的模拟角色扮演游戏，这是一部与命运抗争、以爱和羁绊撰写的幻想战记。故事的舞台是菲布利斯大陆，这里分别由5个国家组成。不过现在整片大陆被加列里乌斯率领的新杰洛伊拉帝国所支配。作为幸存王国王子雅莲率领解放军挺身而出，手握传说中的独角兽戒指，接起我军的旗帜。在广大的原野中会发生各种事件，玩家可以边解决事件边进行探索，和敌人对战解放被支配的城镇，就能够使用装备商店和道具商店等设施，也可以逐渐增加伙伴一起养精蓄锐。透过并肩作战、用餐等形式拉近与伙伴的关系，关系变得更为亲近后，就会发生特殊对话。与该角色偏属于同队时，战力也会额外提升。且本作拥有超过60种以上丰富多元的职业，人类、精灵、兽人、天使等，让状况变化多端。游戏将于3月8日发售，登陆 Switch、PS4、PS5 以及 Xbox Series SS。居然单人游玩且内容含有连线游玩要素，支持中文。关键启发3由 Blackbird Interactive 开发的即时战略游戏，曾经夺下年度游戏的科幻作品强势回归。战略自由由玩家掌控，在战场中可以利用长源断臂将敌人引入绝妙的伏击，或是将你的舰队隐藏在强大的敌人之间。当然，并非所有事情都在你的掌控之下，危险的太空现象如粒子暴风和小行星都会给玩家考验。艺术风格也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而演变，呈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。游戏中 PVP 对战能与 AI 战役磨练你的战斗本能，与真人玩家对战时便展现你战术的技能，以及系列全新的3人合作模式将带来战役以外的游戏体验。游戏将于3月9日发售，登陆 PC 平台，支援单人以及线上多人游玩，支持中文。时空英豪新开始由 Apex Studios 开发的开放世界冒险游戏，同样是早年获奖无数的作品，现以非线性开放世界的形式回归。卡特史莱德将回到艾戴尔法的壮丽外星世界，他在受到全能的亚德人复活，发现塔兰人遭到了奴役，世界的自然资源也遭到了掠夺，而他自己的过去则与入侵的机器人部队纠缠不清。他得下定决心再次拯救这颗星球。游戏找回1代的原班团队重聚制作游戏，探索时能使用喷气背包跳跃、空中冲刺、滑翔，它是穿越游戏中的奇幻开放世界，结合数十种不同的模组，打造属于你自己的武器，在世界中发现隐藏的神庙和危险生物，以及获得古老的力量，完全掌控自己的节奏来体验故事。游戏将于3月15日发售，登陆 PS5、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简体中文。鬼屋魔影由 Pixar Interactive 开发的生存恐怖游戏，主角有演过投稿玩家的朱蒂康莫以及演过黑寡妇的大卫哈珀饰演，他们倾注声音外表和卓越的表演技巧于2位主角。故事发生在20年代的美国，艾美丽招募私家侦探爱德华帮助寻找她失踪的叔叔，他们的追寻之旅将他们带到了黑暗沼泽庄园，还原原版游戏的场景。这是位于美国南部的哥特式建筑，用于收容带有精神问题的患者，隐藏着一个黑暗的秘密。本作呈现了完全原创的故事，作为致敬开创性原作的一封情书，采用经典的黑色电影设定，融合了小说家罗弗特·拉夫特经典的恐怖元素，与超现实主义相结合，沉浸在阴暗的情绪氛围中。游戏将于3月20日发售，登陆 PS5、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地平线：奇域禁地完全版，时隔2年后，该游戏即将上架至 PC 平台，包含 DLC 内容、自研海岸以及服装。完全版的特点在于支援超高解析度以及3萤幕配置，让玩家可以仔细欣赏游戏的每个细节，按照喜好以及电脑规格制定画质设定。如果使用 PS 控制器，也完全支援触觉回归以及自信扳机功能。只能说索尼的独占游戏已死，再过几个月应该会上架《战神：诸神黄昏》的 PC 版。游戏将于3月21日发售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龙族教义2由 Capcom 开发的开放世界动作游戏，故事讲述主角的心脏被巨龙夺去，因此背负
负着屠龙宿命成为觉醒者，由玩家亲自编写英雄故事。玩家可以制定角色外观，可以从人类、兽人、男性、女性、双性以及无性开始自由的冒险。本作可让你在幻想世界的各种职业中享受不一样的战斗，面对的威胁不论是地形还是敌人都有各式各样的组合，激发玩家尝试的欲望。在编成队伍时，玩家需要仔细考虑玩家本身主要随从以及辅助随从的职业，以发挥各自的长处和弥补彼此的弱点。当然也能够在途中转职到其他职业以及进行提升。游戏中的随从是由 AI 控制的，也能进入线上模式，借用其他玩家的2名辅助随从，组成最多4人的队伍。游戏将于3月22日发售，登陆 PS5、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。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浪人崛起由 Team Ninja 开发的开放世界动作角色扮演游戏，是推出人王和卧龙等知名作品的资深工作室精心打造。故事发生于1863年的日本，在幕府的高压统治之下，已经过了300年。西方的黑船驶进边界，使日本陷入混乱。玩家将扮演浪人，在开放世界中体验当时的文化革新。透过多彩多姿的战斗系统，让玩家能以自己的游戏风格游玩。游戏中备有多种武器供你选择，甚至打造各种机关对付敌人。捕火方就是发明之一，类似现代的火焰喷射器，或是利用西方技术的刀冲出类拔萃。记住，根据玩家旅途中所做的选择以及结盟的角色，都会呈现不同的故事面貌。游戏将于3月22日发售 ，PS5 独占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碧姬公主表演时刻由任天堂开发的动作游戏，故事讲述某天上环剧场被突然出现的贵捕剧团占领，碧姬在此也被困在剧场里。为了夺回剧场，碧姬与一只守护这里的妖精史特拉一起对抗贵捕剧团。战斗可以透过从史特拉那里得到的缎带攻击敌人，但单靠缎带的力量是不足以前进的。利用舞台的特殊区域让碧姬变身，就可以在各种舞台上大显身手。不同的舞台都有不同的剧场，这一点非常的可爱，且都有不同的玩法。目前已公布可以变身的能力有剑士、糕点师、功夫、侦探、忍者以及牛仔。以任天堂的惯性，游戏中碧姬的变身肯定还有更多，值得期待。游戏将于3月22日发售 ，Switch 独占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南方四剑客下雪天由 Christian 开发的3D 多人合作游戏，一场巨大的暴风雪将小镇陷入混乱。在全新的故事中，与交战派系展开疯狂充满动作的战斗，装备独特的武器，释放毁灭性的特殊能力，展开新的冒险，拯救世界，享受无需上学的一天。游戏最多与3位朋友一起游玩，独自一人也能进行配对以及与盟友机器人进行游戏。游戏中也有肉赖的元素，以获得超乎想象的能力。遇到危险时还可以使用放屁逃生功能，以及拯救倒地的队友。游戏将于3月26日发售，登陆 Switch、PS5、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，支援单人以及线上4人游玩，不支持中文。重装前哨由 Team Ninja 开发的即时战略射击游戏，地球上建造的环形太空站展示了人类工业以及科技的骄傲，但是曾经的守护者却成了大地的封印。AI 亚当和他的部队开始无情的摧毁人类文明，此刻人类为了夺回大地，展开一场生死之争。玩家可以探索世界，收集资源，搭建自己的专属哨站，阻止 AI 的进军，融合不同属性的武器装备，深入危险的新领域，并指挥队伍横扫千军。最酷炫的是能够以机甲姿态冲出重围。游戏将于3月27日发售，登陆 Steam 平台，支援单人以及线上多人游玩，支持中文。接下来游戏快报：健身拳击初音未来与未来一起锻炼，由克里普顿未来媒体开发的运动健身游戏，在家中与未来享受正宗的拳击运动。他将作为教练指示玩家进行动作，通过各种各样的鼓励来激励玩家。系列也首次引入初音未来的原曲，以及令人惊讶的节奏进行了锻炼。游戏目前中文版的消息还未知，有兴趣的玩家要多加留意。超时空要塞 Shooting Inside 由 Kaminari Game 开发的射击游戏，经典的全新卷轴射击游戏登场，在这里可以享受多样化的游戏风格，舞台包括横向射击、纵向射击、360度射击都有，体验各种不同的射射方式。美国职棒大联盟24 San Diego Studio 开发的体育游戏，棒球的年货游戏，掌控喜爱的球队，也可以与好友一同游玩，跨平台互相较劲。Go Hell Go 去地狱由 Enter Crane 开发的角色扮演游戏，控制香香的妹子摆脱困境，开始一项奇特的计划。这一切演变成了一场争斗混乱，触及地狱根本的局面。赛马大亨蛇2024由光荣库特摩开发的赛马模拟游戏，捕捉激动人心的瞬间，更进一步融合真实与戏剧，培养个性丰富的明星赛马，用自己的双手掀起赛马热潮。本周且更新推出赛马历史，享受半个多世纪的赛马。
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。没想到3款强作都挤在3月22日发售。碧姬公主也算是强作吧。喜欢的话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支持小弟我哦。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